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对于女人来说，婚姻可以说是决定后半辈子的大考。有的人在婚姻这场考试中改变了自己，甚至改变了家庭，但也有女人因为一桩婚姻断送了自己的一切。而今天我们要讲的案件，就是一个45岁女人的故事。有时候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未知的危险，而是你明明知道危险在你身边，你却无法摆脱，甚至不愿摆脱。故事内容非常精彩，制作不易，希望大家看完后能够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一切还得从一张图片说起。这是拍摄于美国加州城县的一座房子，虽然照片拍的只是房子一侧，但它浓浓的豪宅味道很难不让人觉得它的主人一定身价不菲。豪宅主人名为琳达，是个40多岁的女人。和身边拖家带口的朋友不同，琳达的感情之路很是崎岖。在买下这座豪宅时，和琳达在一起的伴侣库里已经是她的第4任男友，年纪比她小了13岁。随着感情的升温，两人一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一起生活在这座豪宅中，起初一切都很正常。库里甚至会以小名称呼妻子，还经常用后花园种的蔬菜瓜果为琳达准备色拉。可那么大的房子，如果只是甜蜜，那未免太单调了点儿。婚后半年的1993年，琳达获悉自己好友弗兰基因为工作调动正在找房子，便让其搬进豪宅暂住。弗兰基入住后，豪宅多了股浓浓的狗粮味，但在后来一个晚上，琳达在和弗兰基聊天时，便问他觉得库里为人如何。弗兰基的回答也很简单，库里是个不错的丈夫，会为你烹饪充满异国情调的色拉，会为你上楼准备泡泡浴。要是有个男人能每天为我准备泡泡浴，那该多好啊。说着说着，弗兰基转头看了琳达，可琳达面部却毫无表情，而且还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因为他之前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还没等自己开口，对方就问为何还没收到孩子这个月的生活费。琳达觉得丈夫库里隐瞒了与前妻的婚姻，这让她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2-3个星期后，弗兰基从琳达的房子里搬了出来，两人也因工作原因各居两地。直到7月份再次相见时，琳达却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琳达告诉弗兰基，自己最近一直觉得恶心，呼吸急促，有种脱水散架的感觉。医生检验了琳达的血液，但却没发现明显异常。难道说这是琳达此前在核电站工作后形成的辐射中毒症状吗？可如果是这样，那为何琳达周围的同事都相安无事呢？更何况核电站的防护措施做得非常到位，核辐射泄漏的可能性几乎为0，这就奇怪了。按照琳达的病史，她之前顶多也就是肠胃不太好，怎么突然之间就出现这么多奇怪的病情？这时医生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孟乔森综合症。他怀疑琳达是在假装生病，以博取他人的关注和同情。丈夫库里告诉医生，妻子从患病到现在足足瘦了20多磅，一直没胃口吃饭，所以能否给输点葡萄糖之类的营养剂？而医生也同意了库里的这个请求。当天晚上10点半，值班的护士走进病房，例行查看病人状况，扫视1周都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可正当护士准备离开时，他无意瞥了眼琳达的输液袋，却发现它好像有点浑浊，没有那么透明。护士以为是灯光问题，但拿下来仔细一看，却发现输液袋的确有点发白。感到异样的护士立马将情况反映给值班医生，医生核查了药物信息，一切都对得上啊，怎么输着输着就变色了呢？出于保险起见，医生立即为琳达更换了药物，并把那只异样的输液袋送到检验科封存，等待明天进行检验。次日早上，医生询问琳达，昨晚是否有人靠近她的病床，或者有没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琳达很是疑惑，什么奇怪的事情？我只记得昨晚有几个好友来医院看望我，然后是我丈夫送他们回去，之后的事情我就不太记得了，只感觉昨晚一觉下去后，就好像睡了很长时间。这时检验科的报告传了过来，上面显示琳达的葡萄糖输液袋中含有麻醉剂。那个天杀的家伙胆子这么大，居然敢对病人的药剂动手脚。琳达的主治医生狠狠说了一句。接到报警后，探员调出监控一看，当晚有机会和琳达独处的人只有丈夫和另外2个朋友。面对探员的询问，
虽然琳达没给出自己的怀疑对象，但她提供了一条很重要的线索。丈夫此前提出想为自己购买价值100万美元的保险，但被自己拒绝了，因为之前自己已经买了好几份保险。询问中，探员了解到，琳达的丈夫也就是库里，此前在南加州爱迪生公司担任咨询师，为核电站工程师解答一些安全方面的问题。周围人对他的印象就是2个字：聪明和自负。在和朋友交谈中，库里曾多次强调自己在危险地带智力综艺中赢了很多钱，还被门萨国际评选为拥有高智商的国际社会人才。这番话搭配库里还不够1.7米的身高，说的好听点就是浓缩的都是精华，说的不好听点就是智商100，情商为0。探员本想把库里请回局里核查，但由于医院病房里面没有装监控，没有足够证据能证明他的嫌疑，所以也只能在医院里例行询问一番。面对警方的问询，库里显得十分冷静。琳达的前男友获悉输液袋被动手脚的事情后，他劝琳达果断分手，但琳达说嫌犯不能确定就是库里，而且库里这么爱自己，每天都如此贴心照顾自己，不太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很快这件事便被翻了过去，而琳达也依旧和丈夫库里生活在一起，身体好像也慢慢恢复。可短短5个月后，琳达身体再次出现不适，而且症状和上次非常相似。这一次库里将琳达带到了另外一个医院就诊，可就在琳达准备出院的前几天，又发生了令人不安的事情。那天库里离开病房后，护士发现琳达的静脉输液袋多了个针孔，而且病房发出警报的时间就在库里离开后不久。在探员的建议下，医院在琳达病房外贴了一张告示，内容是不允许库里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私自进入。短短5个月后，警方又来到病床前为琳达录第2次口供。这一次琳达透露了另外一个情况，她发现丈夫库里的信用卡账单很长，可即使如此，琳达依然觉得丈夫还是爱她的。虽然丈夫充满疑点，但琳达还是不愿相信2次对输液袋动手脚的人是丈夫。这一次探员直接把库里请到局里，可他却坚称自己也不知道为何妻子会再次突然患病。库里在警局接受警方审问时，琳达朋友在房屋梳妆台上发现了一叠被堆在一起的保单，便马上将这件事情告诉琳达。我说大姐，你怎么还不明白呢？你丈夫都把你的保单堆在一起准备理赔了，你还不愿相信凶手是你丈夫？听姐一句劝，赶紧休了这个男人。天涯何处无芳草，没了这可继续找。面对朋友善意的警告，琳达终于做出离开的决定。可仅仅过了1天，琳达便改变了主意。不，我离不开库里。这句话险些把朋友当场气出血。你是认真的吗？你这是要往火坑里跳啊？难不成库里用什么东西威胁你？前男友建议琳达最好把保单的受益人改为自己姐姐，而不是库里。失去这份带血的爱情，总好过失去只有1次的生命。可琳达依然非常犹豫。1994年6月9日后半夜，一阵清脆的警笛声划破了黑色的寂静。琳达豪宅门前不断闪着红蓝交错的灯光，2名医护人员匆匆将她抬上车送往医院。可还没来得及和急救医生见上一面，琳达便被死神匆匆带走。消息传到朋友耳中后，他们虽然没有过多震惊，但失去好友的痛苦却丝毫未减。葬礼之上，知道琳达去世隐情的他们，却只能默默地为她放下一朵花。在一张手写的遗嘱中，琳达将财产划分为2，一半给姐姐，作为另外一半的房子和50万美元的存款则留给了丈夫。当得知妻子偷偷改变遗嘱的事情后，丈夫库里却对遗嘱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妻子去世后，库里被上级从核电站调离到其他地方工作。可在例行检查时，当局惊讶地发现库里的简历存在严重的造假情况，他甚至连大学都没毕业，在门萨国际上所谓的高智商人才称号全都是一场骗局。当虚伪的面目被揭开后，库里毫不犹豫地卖掉了妻子留给他的豪宅，从1毛不拔走进婚姻，到带着100多万美元财产从葬礼离开。正义的天平一夜间偏向了罪恶之手，而这一偏就是16年。琳达去世16年后的2010年，当局正式重启了该案的调查。可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要如何调查案件真相呢？审视了当年的卷宗资料后，警方面临的难题几乎和16年前一样，他们只有2项间接证据。其一是琳达接受警方问询时的录音带，
这个录音带中，琳达将嫌疑直接指向丈夫库里。其二是，法医在尸检报告中曾提及，死者当时体内的尼古丁和安眠药含量远超正常水平。更让人直冒冷汗的是，专家告诉警方，只需一包烟就能轻轻松松获得300毫克尼古丁，而也仅仅是这300毫克就能让一个成年人在半小时内断送性命。鉴于琳达没有吸烟的习惯，法医推测其体内尼古丁来源于静脉注射。巧合的是，琳达右耳后面就刚好有个穿刺的痕迹。那这个疑似针孔的痕迹又是来自谁呢？警方的答案还是16年前的那个猜测。4年之后，当局正式召开了庭审。法庭之上，控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库里的辩护律师认为，没有作案凶器，没有目击证人，这一切都是检方的主观臆测。死者体内之所以会有尼古丁，是因为他之前曾使用过尼古丁灌肠剂。话音刚落，检方律师就举起法医的尸检报告，一边指着库里，一边对陪审团说，死者的确使用过尼古丁作为灌肠剂，但你要怎么解释死者体内灾难性含量的尼古丁以及如此高浓度的安眠药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个叫做保罗·库里的男人，是他在死者生前的最后6小时内将毒剂注射到琳达体内。在控辩双方吵了10几天后，陪审团终于做出了最后的裁决，认定库里1级蓄意谋杀罪成立，判处35年终身监禁。当法官的木锤落下的那一刻，天平终于摆脱恶魔，偏向正义的砝码。而观众席里紧紧握住琳达耳环的好友也流下又甜又苦的泪水。恶魔终于被关进地狱，只可惜琳达永远飘向了天堂。故事说到这里，大多数人都会认为琳达就是个疯子，明知道枕头旁边睡着个定时炸弹却不躲。但小渊觉得，与其说琳达是疯子，不如说这是他对爱情的渴望。在遇到库里之前，琳达就已经结过2次婚，而离婚后又谈了第3个男友，也就是说，库里是她人生路上的第4个男人。48岁衣食无忧的琳达，她此时的人生几乎就只剩下库里这位丈夫。她把自己在孩子身上的遗憾全部转到丈夫库里身上，而库里无微不至的关爱则让她愈陷愈深。即使她知道这份爱暗藏杀机，正如那句传遍街头巷尾的名言，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以死相许。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